大家好，我是吉米。立夏已过，在湿邪、热邪的气焰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照顾好你自己呢？今天吉米跟大家分享6种在夏日常见的病症，并给每一种都配套了相应的调理方法。希望看完视频的你，从今天开始，面对炎炎夏日能更顺心、安心和放心。第一种，湿疹。湿疹是西医的叫法，中医将它称为浸淫疮，湿毒的范畴。发病的部位不同，名称也不同。生于小腿的叫连疮，生于肘窝或腋窝的叫四弯风，生于阴囊叫绣球风等等。湿疹的发病原因为风湿所乘，湿热相搏，故头面身体皆生疮。也就是说，湿疹是由风湿热病邪诱发，而炎炎夏日正是湿邪、热邪的主场啊。初期瘙痒无比，一直拖着不调理，疙瘩还会渗出脓水，甚至成片的糜烂。所以有湿疹千万别拖，抓紧时间用艾灸补充阳气，毕竟艾的纯阳之力是湿邪的克星啊。方法不难，直接拿艾条灸起湿疹的地方，我们把这块地方叫做阿是穴。灸了大概20分钟，瘙痒感应该开始减轻。依次取合谷、曲池、血海3穴艾灸，每个穴位灸15分钟。如果早上灸，当天晚上就应该可以起到效果。然后隔天灸一次，半个月后湿疹就慢慢消失了。当然，如果是反复湿疹、多年未愈的朋友，调理周期可能就比较长。为什么灸这几个穴位就可以应对湿疹呢？灸阿是穴直达病灶，曲池泄风清热，血海和营止痒，合谷祛风止痒，都是调理湿疹的好手。当然有条件最好能交给中医师来主治，治调为辅，辅助身体早日摆脱湿疹的苦海。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，不要挠烫有湿疹的地方，容易破坏皮肤屏障，加重病情。再痒也别挠，切记切记。第二种鼻炎，夏天患鼻炎或鼻炎复发的朋友，同样不在少数。为什么呢？夏天人们喜欢待在有空调的房间，这种环境到处是寒湿，寒湿侵体，肺为焦脏，这是首当其冲。而肺开窍于鼻，肺受寒，鼻子也跟着遭殃，于是流鼻涕、鼻塞、打喷嚏频频出现。所谓鼻炎就是这么来的。有什么办法可以来调理鼻炎呢？一套肺经疏通操可以帮助你缓解一二。将手握成空拳，隔着衣服拍打手臂上的肺经，从上往下拍，可将凝聚在经络上的外邪拍出体外。注意力度要适中，也别贪多，每天拍200到300下即可。第二，按摩揉搓大鱼际。大鱼际能直接反映肺的健康状况。如果你发现大鱼际是扁的，或者这个地方发青，就说明肺不太健康，或肺里有寒。这时一定要每天按摩揉搓大鱼际，想起来就搓，给肺做一点保养。第三，搓鼻翼两边的迎香穴。迎香穴是大肠经上的穴位，而大肠与肺相表里，鼻子又和肺相通，因此每天我们揉按迎香穴1到2分钟，可缓解鼻炎症状。按摩完毕，吉米建议你喝一杯温开水，这样能给鼻子通气，起到巩固疗效的作用。第三种，心慌胸闷。夏气与心相应，正常情况下心气应该很强，但对素来心气不足、偏虚的人来说，胸闷心慌就很常见了。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？打通心包经。心为君主之官，不可受邪，因此在外邪侵犯时，心包要挡在心的前面，代心受过，替心受邪。没有原因的心慌胸闷，其实是身体暗示你心包经已经受邪。此时常刺激心包经，对你缓解胸闷、心慌会很有帮助。建议临睡前躺下来，去拨动自己腋下里边的一根大筋，非常好找，一摸就能摸到。左右两边都拨，各拨10到20遍，能感觉小指和无名指的发麻。每天做一做，可排去心包经液，疏通心包经，对身体也是非常有好处。第四种，尿频、尿急、尿痛。夏天心气旺，心火相对猛烈，在这个时节，如果经常熬夜、常吃辛辣食物，会怎么样？会让心经积热。由于心与小肠相表里，心经里的火容易下至小肠，影响小肠分清闭浊的功能，扰乱水液代谢。这样的话，尿频、尿急、尿痛等症状就出现了。
既然尿为心火之窍，我们用灯心草恰好能开窍利尿而去心火。我们取6颗灯心草煎煮代茶饮，常服用能缓解症状。不过灯心草偏寒，平日脾胃比较虚寒的朋友应当适量加点生姜。第5种，女性带下病。遭湿邪、热邪袭击的女性朋友出现妇科的问题规律比较大，往往是白带偏多。如果白带多、颜色淡、质地清晰，通常是受了寒湿；如果白带的颜色黄绿、瘙痒难忍、有异味，就属于湿热的侵袭。有些女性朋友可能觉得很奇怪，我平时注意卫生，能注意的都注意了，为什么还是会有白带的问题呢？其实这都是因为你的免疫力不够，太容易被外邪伤害。而脾气决定免疫力，因此祛湿的时候还得健脾。白带颜色淡、质地清晰的朋友，可以服用参苓白术丸，它主要针对脾虚，起的是扶助正气、加强免疫力的作用。白带颜色黄绿、瘙痒难耐的朋友，可以将参苓白术丸和二妙丸同时服用，每天吃2次即可。二妙丸里只有苍术、黄柏2味药，黄柏清热利湿，苍术燥湿。女性的白带问题，男性的阴囊瘙痒等隐私部位的问题，都要用到它。二妙丸也有中成药，大家可以跟着说明书做即可。接下去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吉米最近写的那一本资料《吉米的养生日记：女性养生篇》，包括了大概有200多页的资料，包含各个角度来帮助女性养生，从女性养生的底层逻辑到怎么去健脾、怎么养胃、怎么祛湿，都有非常详尽的资料。如果你参加我们的会员关元季以上，也可以免费得到这本资料。第6种，脚气。夏天一到，脚气也会跟着过来了。为啥呀？还是因为湿气、湿热下注导致。这时候该怎么办呢？先用艾灰泡脚，再拿艾条灸穴位。为了防止脚气进一步加重，还可以把艾灸后收集到的艾灰取适量放入洗脚水，泡了大概10分钟，把脚擦干，在剩下的艾灰里加一些芝麻油，调成膏状涂在脚上。这样一边泡脚一边涂药，坚持1周，一定能看到变化。前后效果大致是这样子。不过如果脚上有伤口出血，就别泡脚了。能泡脚的朋友，泡完之后可以艾灸三阴交和公孙穴，左右各灸15分钟，以加强祛湿，达到内外兼调的效果。不过就补阳排湿的角度来看，晚上没啥紧急情况，就别艾三阴交和公孙穴，防止失眠。好了，夏日的常见病调理就到这里了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、点赞和分享，让更多人共享中医之美。合谷，拇，食2指张开，以一手的拇指指尖横纹，放在另一手拇、食指之间的指蹼缘上，按压有明显酸胀感处，即为合谷穴。曲池，曲肘成直角，在肘横纹外侧端与肱骨外上髁连线中点处，即为曲池穴。血海，屈膝，在大腿内侧，髌骨内上缘直上2寸处，当股四头肌内侧头的隆起处，即为血海穴。迎香，在鼻翼中点旁，可触及一凹陷，按压有酸胀感处，即为迎香穴。大家好，我是吉米。在中医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养生法则，叫做顺时养生。人以天地之气生，4时之法成。4时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和万物的荣枯生死。夏季属火，是4季中阳气最旺的季节，而人的生长皆以阳气为主，运化遍布全身的精血精液的生成也是阳气所化。天地间阳气渐长，此时养阳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补阳之前先养心。夏季为阳中之阳，太阳，夏通于心，这个时候阳盛于外而虚于内，如果心气不足，不能生扶阳气，容易生寒。因此夏养心就要聚阳气，先把心养好了，心气充盈，后面阳气才好补得进去，不成为火气，不成寒。今天吉米就教大家3招顺时养心法，在3伏来临之前补心血，清心火，为补阳打好基础。
养心第一式，解少腹泻心火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，天气稍微热一点就觉得受不了，耐热能力差，一问身边的人，大家都不觉得热，还有舌苔红彤彤的，时不时就口腔溃疡了，这都是心火旺的表现。而要说泻心火，少府穴绝对是第一选择。我们都知道营主生热，主要的作用就是消灭各种火灾。少府穴作为手少阴心经的营穴，正好是对症清理心脏的火邪。如果你手脚老是发热，睡觉的时候蹬被子，心痛、心悸、恐慌，更是应该按压少府。少府穴取穴非常简单，咱们手放松，再轻轻的握拳，小拇指指尖点到的地方就是少府穴。找到穴位后，我们用大拇指按压，一放一松，有酸胀麻的感觉最好。每天5分钟，左右手的少府穴交替着按，坚持下来，心绞痛、心火过旺引起的痘痘统统的被消灭。心火平衡了，你还能拥有一个好睡眠，精力满满的过好整个夏天。养心最好的时间是上午11点到下午1点，天地间能量充足，这个时候按压少府可以借助天地的能量强健心脏。养心第二式，开神门养心气。一到夏天就有一股燥意在体内久久不能平静，早早上了床却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精神一天比一天差，脸色发黄发暗，看着一下子苍老了10几岁一样。晚上无法入睡，不仅仅是心火旺盛，更多时候还是心气不足的表现，通常连带的影响肝脏白炉工作。时间一长，各种垃圾毒素都在体内堆积，身体健康大打折扣。因此除了泻心火，还要养心气，这时候就要用上我们手上的神门穴了。神门意指心神之门，这个穴位就是安定心神的门户。它作为手少阴心经上的原穴，特别擅长调节心火亢盛、心阴虚、心血虚弱导致的失眠，有益气养心安神的功效。伸出我们的右手，从小指外侧一路向下到腕横纹的位置，有一处凹陷，就是神门穴。操作方法简单，用大拇指揉按神门穴，顺时针按揉3分钟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神门穴的位置有酸胀感，睡前或者中午的时候坚持揉按神门穴，能感受到焦躁不安的心就像被一股清风轻轻地安抚了下来。睡前揉按一阵神门穴的位置，将体内的那股燥意给降下来，大脑都清明了不少，没了邪火作祟，不一会儿就能感受到困意来袭，一觉睡到第二天天明。失眠之后很少能睡得这么舒服了。不仅如此，每天按揉这个穴位2到3分钟，还能改善高血压、心绞痛的问题。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个宝藏穴。养心第三式，常食红豆莲心补心血。平时我们还要尝试吃一些红豆莲子。红豆李时珍将它称为心之谷，有补心血的作用，同时又有泻心火的作用。怎么泻心火呢？红豆可以把心经的湿热沥出去，湿邪没了，心火就降下来了。而莲子鲜者性平，甘者甘温，有养心安神、补脾益肾的功效。夏天养心，莲子再合适不过。这里吉米教大家一道定心粥：陈皮红豆沙。做法简单，将红豆提前泡上2个小时备用，再准备莲子1小把，冰糖1块。将泡软的陈皮切成细丝，接着就可以将这些食材都加水入锅了。用高压锅的话，水可以适当的少放，用煲汤罐就可以多放点水。大火烧开后转小火，慢慢熬，等到红豆起沙，再放一点冰糖进去，最后关火焖一会儿，让它酥软，红豆和莲子都软烂，吃一口有一点陈皮的清香。红豆健脾祛湿养心血，莲子养心，加上陈皮燥湿醒神，吃上1碗，养心血解乏脾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解少腹泻心火，开神门养心气，红豆莲子补心血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、点赞和分享，让更多人共享中医之美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